目前我做到的程度是，只要是家电，不论是不是智慧家电，我都可以透过 Google Nest Audio 去声控，那我可以设定一连串的动作或者是预设时间的排程，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用。好，首先影片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台湾大智慧家庭，他们就是这一次的干爹，他们这次要让我开箱的产品就是哒啦智慧音箱 Nest Audio， 非常的猛啊。然后这次的 size 跟上次的 Nest Mini 很明显就是大上一级。那我大概聊一下我会喜欢用智慧居家的起因好，我就是要取代我的日常，要不然我就是我家老大的 Google Assistant。基本上我会喜欢智慧家电，就是因为我懒，我不想要他跟我讲说，要睡觉，我就要关灯、开冷气、调好电风扇，然后把智慧音箱播放海浪的声音，让大家比较好入眠这样子。然后我也不想回答说，现在几点？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或者是柿子加牛奶会不会有毒？这种烂问题，这种问题全部都丢给 Google 就对了，所以我才会开始玩这些智慧家电。那片尾的部分我会展示一下我目前把家里用成大概什么样的状况。那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家现在智慧家电可以做到哪种状况。好，那这一次的 Google Nest Audio 非常有趣，它出了一款是石墨黑和粉碳白，哇，我就喜欢这种命名，粉碳白。什么是粉碳白？粉碳白到底是白还是粉？反正我觉得很有趣，我就喜欢这种有点矛盾的命名。因为我上次我的 Google Nest Mini 是使用黑色的，那我这次就来开这个白色的吧。然后在片尾的时候分享心得的时候，我会把这两个串联起来，看一下它的串联效果是如何，所以也是会做多个喇叭的串联，这点就不用担心。好，那我们就来开吧。那这个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说明，它整个的大小大概比较直，那你就可以叫 Google 来放点音乐啊，调音量什么的。然后背面的话，因为台湾大概有 My Music 和 My Video， 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去兑换3个月的免费的音乐，或者是你可以看免费的剧。那它也有很简单的说明，让你知道怎么样使用。很期待啊！去年我记得它刚发表那一天，我就马上下定了，然后太早定，所以我也没有拿到什么优惠。然后隔没多久，他们就开始促销，送什么灯泡啊，和送什么智慧插座。那后来都是我自己买的，我都自己买，很可怜。好，要开咯。哇，很沉诶，这一颗蛮重。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里面这应该就是一个说明书，他们的说明书长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充电线的部分，然后就没有了。太好了。好，然后这一颗就是它的本体，所以内容物非常的简单。Nest Audio 说明书，然后一个充电头。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吧。它的外观哇，其实很重诶，有点像一颗鹅卵石的感觉。它整个的重量是来到了 1.2 公斤，长是175mm乘上宽124mm，再乘上厚度是78mm，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体的感觉比我想象中的小。那几乎跟 Google Nest Mini 一样，就是没什么按键，它只有背面有一个这个麦克风的静音钮，那它这有做颜色的区别，让你知道现在是有没有在听你讲话。那这颗钮就是会是让那些比较保护隐私，你可能在做坏的事情的时候，你怕它收音到，那就可以把它关起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小贴心啦。整个产品一样是走这种布面设计，那它这次的话，他们也是强调环保，他们使用的是70% 的回收再生塑料，所以说这边摸起来，其实我觉得并不会有廉价的感觉，反而质感蛮好的，整个会有点像是包上一层布套的感觉。不过这个部分的缝线如果更不明显点的话，我会觉得更好，比较一体式的感觉。然后这边印有一个 Google 的 G， 然后旁边这个就是它插电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开机一下好了，看一下它开机之后的指示灯长什么样子。哇，插电喽，然后会不会亮？它就亮。然后这边会有4个这个 LED 的指示灯，它负责显示的是音量，还有它目前的状态。我猜它等一下应该会播一些开始的音乐，还是讲一些废话吧。它现在正在启动，它就正在跑。这个产品的规格是19mm 的高音喇叭，配上一个来，噔噔，大概是这感觉。然后他就开始讲说，好像是叫你连接还是什么，对。只要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下载程式，停不了啊。好，重新讲一下它的产品规格。好，它的产品的规格是一个19mm的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个75mm的低音喇叭，然后里面内建的是3组的麦克风。然后它这次有个功能，我觉得很有兴趣的是，它会根据你背景的噪音自动调节音量。因为我发现上一代 mini 是没有这个功能，导致我每次可能比较嘈杂的时候，我就要叫它自己调高音量或调低音量，会有点烦。那不过这个功能我可能会在使用一阵子再跟大家讲。然后这个就是触控了，中间会
会有一个播放暂停，然后左边这个是剪导音量，右边这个出口音量。蛮有趣的。那初步的开箱都到这，那我接着会实测一些项目，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能做到的智慧居家的大概是什么状况，那以及我的心得是如何。好了，那我们就改天见啦。2000 years later. 好，那我现在分享一下我使用了2-3个礼拜这个 Google Nest Audio， 以及使用了1年的这个 Nest Mini 的心得。那这个我会从最基础的讲到最进阶，就大概会讲解一下我怎么做到，不过细节可能太繁琐，我就不会讲。在开始讲心得之前，我要先很骄傲的各位讲说，目前我做到的程度是，只要是家电，不论是不是智慧家电，我都可以透过 Google Nest Audio 去声控，那我可以设定一连串的动作或者是预设时间的排程，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用，会有一种那个钢铁人的感觉，非常的有趣。好啦，总之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今天主角是 Nest Audio 嘛，我觉得它的重量其实蛮沉的，然后它的体积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大，整个感觉是给人一种蛮沉稳的感觉。它其实它占的空间并不会比这个 Mini 大上太多，但是它整个的质感和整个给你的居家的氛围是蛮好的。然后底下会有这个防滑垫，所以说其实它蛮稳定的，对于空间的需求也没有到这么大。然后他们的操作其实超级简单，不过其实你在买智慧音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你要考量到，因为最理想的状况是你根本就不需要碰到这个音箱，因为它是智慧音箱，你只要叫它就好，就是懒得用手，所以你不需要管。我觉得它其实做的蛮好，就是它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当你在做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打开，就比较会有隐私啊，比较不会被侧录到那种感觉。那剩下时间你基本上只要有喊，它就应该要回答你。那如果它没有回答你，就是它做的不好，它失职了这样。然后首先是这2款 Google Nest Audio， 它基本上2个可以配对成双喇叭，然后会融合成一位 Google Assistant。那你跟 Mini 其实也可以组成一个喇叭的群组，不过他们没办法全部融合成一个语音助理，它会有点像拆成2位语音助理在服务你的感觉。就你刚才讲说，嘿，有时候可能是这2个会回答你，或者是他会回答你。然后这边的话，我刚刚有提到说他们可以串流成一个喇叭群组，所以说你可以所有的装置都同时播放同样的音乐。那这边我就有实测了他们3个的音质的表现。我先播放一个 Nest Mini 跟一个 Google Nest Audio， 然后再来是2个 Google Nest Audio 跟3个一起播放的感觉。那你可以听听看，说那音质的声音的表现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这个真的是我个人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满意的因为我全部都一起放，真的是蛮爽。你就听听看吧。好，然后接着基本上我来讲一下，从最基础开始讲，基本上你就要播放音乐啊，你想要听新闻、听广播、听 podcast， 这些基本上都是做得到。不过这有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们现在中文化的程度还没有到这么好。它是支援了中文没错，但是你有时候在叫它播，特别是 podcast 和广播的时候，它要取决于 Google 听不听得懂你想要播的是哪个节目。那目前实测下最没有问题就是播放音乐这部分。那这边台湾打智慧家庭，它是购买 Google Nest Audio 的时候有送 My Music3个月，所以说你可以用那个来播音乐。那如果你坚持一定要播 podcast 的话，你一定要先尝试一下，因为我试了蛮多次，其实它真的有时候都听不太懂。我有成功播放过一次台通，但是我其实也是搞不太清楚它怎么播放到，所以说有点需要你跟他培养一下感情，然后大概试出一个方式才可以播出你想要的东西。不过就让音乐是完全没问题。那接着就是助理的部分，你可以跟他问说时间啊、天气、数学或者是智障问题，随便都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问。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会讲话的Google 页面啊。Hey, how do you say how big is your farm in French? In French, you would say, quelle est la taille de votre ferme? 它就是要帮你搜寻，然后帮你回答它的问题。它基本上就是把它搜寻到的东西念出来这样子，所以这个还蛮不错。那再更进阶一点的话，他们有提供一个功能叫做 Voice Match， 它会根据你讲话的人是哪一位，它会去对照出你的那个 Google 的账号。那它可以去上去看你的个人行程有什么代办事项有什么，或者是你想要记录说你今天下午要干嘛干嘛，叫它提醒，这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好，然后接着就到了大家重头戏，就是控制家电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就是先从最简单，就是你本身家电就是智慧家电开始，然后再来到你的家电可能是比较老旧，要靠智慧插座，然后最后是到所有的红外线的家电你都可以控制，就是有一个叫 Bralink 的装置，就是它可以控制你所有房间内的红外线的设施。然后这就是我大概使用1年下来研究下来的结果，有点像成果发表会的感觉。好，那首先智慧家电部分非常的简单，它就有点像是这个智慧的灯泡、窗
头灯的部分，还有这个网络电视，也就是我所谓的 Google Chromecast， 我有买这2个。它基本上灯泡你想控制，像是开关灯啊、调颜色啊，或者是关灯，它都可以直接用 Google Home， 然后直接上面加就会直接连线到这个设备，非常的简单去设定。那 Google Chromecast 的话，你要播放、暂停、调整音量，就可以直接叫 Google Assistant 去帮它调，所以这个非常的简单。那再来的话，比较进阶一点，就是你家的可能老旧电器，像是可能旧的电风扇或者一些比较旧的电器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智慧插座部，它有点像是电源的闸门，就是你说电风扇都按着开，然后你在插上插座的时候，它就会去执行通电部分。所以说，因为你电风扇本来就按着开，插座的电一通之后，它马上就会变执行，那就是用插座的方式去控管是不是要供电。那这就可以让你的像是电风扇啊，或者是一些一般使用的家具来讲的话是 OK 的，像灯啊，电风扇的灯我觉得是最常用到。然后再来是比较进阶，这就需要使用到这个 Browlink， 我买的这个是 Browlink RM Mini 300，它这个就是一个红外线的发射器。那我让它来学习所有你的像是电视遥控器的红外线指令啊，或者是一些家电，像是电风扇啊、冷气机，都直接把你遥控器的红外线指令输入进去之后，再把 Google Assistant 这个 Browlink 的 App 串流起来之后，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你可以做到像是开电风扇、开冷气、开电视，或者是跳到哪一台都没有什么问题。你看，像我在 Browlink 的 App 里面，我就已经有设置了，像我 Dyson 的、电视的、机上盒的、空调都设置好。整句话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遥控器。然后最猛的是你需要去一个 App 叫智慧性里面去设定场景，像是电视的开关啊、机上盒的开关，切换到上一个频道，电视调大声、调第几台，或者是暖气的温度要怎么调。像是你看这个叫77台，就是它会执行按2次7这个动作。那再来就是去 Google Home 里面日常安排这里，然后你看我这边就有一个叫做跳到日本台，它就会直接帮我执行说启动77台，就是启动这个场景，那就会连到那个智慧型的 App 里面去帮我把电视跳到77台。所以基本上有了这个 Browlink 的 RM Mini 3之后，你的 Google Assistant 是几乎可以控制所有的家电，像是你回到家之后，你想要开电视、开冷气，再把你的 Dyson 空气清净机打开，这些都可以马上做到。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猛，就是你不可能回到家每次都说帮我开电视，开冷气，这很累。它这样可以把所有动作整合在一起，像这个床上躺平的动作，我就要打开床头灯，把颜色调成巧克力色，调到最暗。然后 Google 的音量是在20%，因为我想要让它播那个森林的声音。然后启动电视开关是把电视关掉，就要按一次电视开关的意思。所以说，就它就帮我把灯都调好，然后把音量和睡眠要用的乐器都准备好，然后把电视关掉。这就是他们这个叫做日常安排的动作，它可以一次执行多个动作。然后再来最厉害的是，你点进去之后，他们现在又变强，他们现在连时间都可以设定，它可以设定说你哪一个礼拜的哪一个时段你想要启动，然后在哪个装置上启动，然后启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手机上收到通知什么的。所以说基本上你每一天像晚上的时候，礼拜日到礼拜四的时候晚上11点54分，我就会启动这个叫做床上躺平的日常安排，那它就会帮我把所有睡觉该做的事情都做好，那这点真的很不错。然后不过我想提的就是，因为我都会设这个音量20%嘛，所以隔天早上其实起床的时候，我的 Google 智慧音箱是设在20%左右。那它虽然说这款是有支援的自动调整音量的部分，不过我觉得它还是没有到很精准，它没办法在早上的时候就直接把音量拉到50%，所以说我都会设定一个叫做音量调整到一半，然后让它隔天的早上7点半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智慧音箱都调到音量是一半，这样我隔天来用的时候，它的音量才是正常的。那这个你也可以设在像是你早上起床之后，你刚讲早安之后，它给你讲早报、股市多少、今天天气如何、会不会下雨，或者今天有什么待办事项，我觉得都非常的方便。好，然后最后一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功能，不过它其实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叫广播功能。它就是假设你家可能有87个这个 Google Nest Audio， 然后你家有87个房间的话，你想一次叫87个小孩全部都出来吃饭，你就可以用这个广播功能。那逻辑上来讲是这样设定，就有点像是学校的广播器那样。不过因为它中文化还没有做得很好，所以说它目前只能支援像是我起床喽、晚餐准备好这种很一般的，它会有一个制式的回复。但如果是英文的话，它是可以做到说你说 broadcast 某一段，然后它就会把那一段录下来，像 broadcast 你订阅了吗？它就会叫87个房间说你订阅了吗？ Hey Google, broadcast to the living room, trick or treat. Okay, broadcasting now. Trick or treat.
那这个英文的话是还 OK， 不过中文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有待更新。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接触的是 Google 嘛 ，Google 其实就是软体最强，你看它的手机就知道，超级自干王，软体从头自干到尾，完全不让硬体插手。他们其实在这1年使用这个 Google Nest Mini 的情况下，我就有深刻体会到他们的软体是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改进的，所以说这点是真的很不错。好，然后最后智能家居，我下一步之后想做就是，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 IFTTT 3个 T， 它这个东西很厉害，是它会设定一些 if 然后 LAN 的句子。假设你回到家，你的手机网络连到家里的某个 WiFi 之后 ，LAN 你的 Google 就要做什么动作？那这会有什么效果？就是假设你真的到家之后，你手机连到 WiFi， 然后 Google 就应该知道哦，主人回来了，它就要帮你开灯、开空气清新机、开冷气、开电风扇、开电视这样子，或者是说一段欢迎你回来的话。我觉得这是智慧家居，我接着想做到。不过我还在尝试啊，因为那个 App 就是有点小麻烦。然后除了我刚讲的那些东西是我目前能做到以外，台湾大智慧家庭还有提供了非常多有趣的服务，大家可以到台湾大客服的网站上去看，它可以叫 Taxi， 还有提供有声书，我觉得真的超猛。反正很多奇葩的服务啦，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说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服务。我觉得叫建车真的是蛮猛。好了，那这大概就是我目前能做到和我大概使用的心得。我觉得光是扬声器串起来成立体声，这个感觉就超好。然后再加上你这个可以使用智慧家电的感觉，真的是在家里会有一种哇，我的家不断在进步，我现在可以直接叫电风扇，然后电风扇是火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再就是因为 Google 真的是大公司，我真的从去年开始用这个 Google Nest Mini， 我买了好几颗，这是其中一颗。你刚看到那个播放喇叭应该是另外一颗，这个真的是用了好久，然后我真的就感觉到它每次都在不断进步。所以说，你虽然现在买，可能它广播功能还没做好，但是你可能再过1-2个月之后，它就会 update 好，这是真的会发生。好，然后接着就是我想给他一点建议，就是它这个后面这个电源线啊，做的是这种一根插入，所以其实它会有一点就是突出，它这样的话就会折到那电源。我会希望它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做，可能这样倒角，因为我有时候放在墙边，它就是会凸着，那会有点烦。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它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 ，Nest Mini 跟 Nest Audio 可以串成一个助理就好，我不希望2个助理在抢着要服务我，这样会有点令人害羞啊，有点争宠的感觉。它如果可以串成一个的话，就当然最好。然后再来是中英文的部分，中文基本上一定没有英文的好用，像是关灯会听错，它可能会念关东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中文现在还不支援连续对话。那我觉得有个功能，我很建议他们要新增，就是当他听错的时候，你要有办法瞬间叫他闭嘴。像是他如果听错开始讲一串垃圾讯息的时候，我就可以叫他闭嘴，他就要赶快闭嘴。要不然每一次我都要讲嘿，shut the fuck up， 就有点麻烦，你知道吗？我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很短的距离，像闭嘴这2个字就可以，他就会马上安静，就有点像嘿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好啦，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它的音量控制可以多一些层级，像是播放音乐是一个，然后回答问题是一个，大概就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用起来真的蛮好用，不过在智慧家居的这条路上，一开始设定一定是很繁琐。那如果你对我刚刚讲那些应用你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底下留言告诉我说你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设定，我会给你它相对应的关键字，你可以上网去查，或者是你真的设定到哪边有问题，你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再教你。这个真的设定好之后会非常有成就感，但是我一定要先跟你讲，它的前置作业是有点麻烦的，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的慢慢尝试。但是一旦设定好一次，你家就会变得更方便许多次，我就觉得很值得设定啊，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这种东西。好了，那这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我觉得家里的智慧音箱和智慧的家电，我一定会越买越多啦。那我也希望说我之后可以做到更自动化的应用。那大家如果有什么觉得自己家里做的很屌的应用，可以在底下教我，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想知道，可以在底下问我。那我们最后就再次感谢台湾大智慧家庭的邀约，那就是这次的开箱啦。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智慧家居的影片的话，也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